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，我是孙浩。今天我们要深度拆解一份重量级的研究报告，影响白银价格的因素。这份报告是由白银协会与 Precious Metals Insights 在2024年联合发布的。这份报告不仅揭示了影响白银价格涨跌的核心逻辑，还指出了未来市场的潜在风险与机遇。如果你是一名白银投资者，或者正关注贵金属市场，一定不要错过今天的这个视频。先介绍一下这份报告的背景吧。报告的时间是2024年2月份，主导的机构是 Precious Metals Insights， 这是一家专注贵金属研究的专业团队，长期为全球机构提供战略分析。他们这次从供需结构、投资情绪、外部变量等多个维度系统分析了影响银价的多重因素，内容非常权威，图表非常详实，逻辑非常清晰，是我们理解未来白银市场的关键材料。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重点环节，逐图讲解报告的核心数据，帮助大家理解银价背后的动力机制。首先看报告的第6页的图表，标题是黄金与白银价格的年度涨跌变化。这张图揭示了银价的一个重要的特征，高波动性。虽然它与黄金在大多数年份走势一致，但涨跌幅度往往更加夸张。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，黄金下跌不到 10%， 但白银暴跌超过 25%。2011年金价创新高的同时，银价一度也甚至接近50美元每盎司。这说明了白银的杠杆属性，在牛市中冲得最快，但在熊市中也跌得最惨。对于交易者而言，这是机遇也是挑战。来到报告的第7页，是银矿产量与价格的对比图。从1990年到2022年，全球银矿产量增加了312万盎司，增幅达到 59%。 按常理来说，供应增加，价格应该下跌，但实际银价却上涨了 350%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多数银矿是铜、铅、锌这些矿物的副产品，银价对其产量影响不大，而真正能够影响市场供应的是那 30% 左右的主力银矿，只有他们对银价变动较为敏感。换句话说，大多数银是开采出来顺便带上的，不是因为银价而去挖的。这意味着银的总供应量弹性很小，即便价格上涨，也很难立刻带动产量的提升。第8页讲的是银的回收供应，也就是废旧电子、影像材料和其他制品中的银的再生。你可能认为银价涨了，回收量也应该飙升，对吧？其实并没有。2011年银价飙升至35美元的时候，回收量顶多增加 10% 而已。而在随后的10年里，由于数码摄影取代胶卷，影像回收大幅萎缩。此外，大量的银被用于电路、焊料等微量的应用，分布太散，回收不划算，所以回收供应受价格影响其实非常有限，这是未来供需平衡的重要考量。第9页的图表我们可以称之为白银需求结构的变迁图。从1990年到2022年，制造业需求从占比 95% 下降到 86%， 其中工业与摄影需求逐步下降，而投资需求和政府采购占比在上升。这反映出一个关键的趋势，白银越来越像黄金那样成为投资市场的情绪载体，尤其在新兴市场如印度、中国，银饰和银币的需求的崛起，投资性购买不断的增强。图中也能够看出，从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年疫情期间，投资需求是明显上升的，成为了支撑价格的主力军。来到第10页，这页非常重要，它显示了市场盈余或赤字与银价的关系。
我们通常讲供需决定价格，但更准确的说是边际盈余决定价格走势。这张图表明了，当市场整体供应减去制造需求之后，如果剩余部分越来越大，就等于说盈余在扩大，那么银价通常是下行趋势。反之，如果需求吃掉了供应，进入赤字阶段，则价格有望上涨。报告中引用的回归分析显示，这个盈余与银价的关系其统计相关性高达 0.86， 这个是非常显著的。第11页则分析了银条、银币这些净市场库存的价格影响。在传统的思维里面，库存多了，价格就容易下跌，但白银不完全是这样，因为这些库存其实是被买走了的白银，反映的是投资者的信息。例如2015年银价跌到15美元附近，但印度零售市场大举买入银条，反而形成了价格的支撑。这种逢低买实物的行为类似于黄金市场的中长期资金的布局，对价格底部起到了稳定的作用。接着看第13页，这一页的图表重点展示出私人投资者对白银价格的影响。在2012年到2016年期间，尽管白银从30多美元跌到14美元，但实物投资量不降反升，这说明投资者对白银仍然长期信心，把价格低迷视为买入的机会。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2001年到2003年以及2020年疫情初期，显示出实物投资具有逆周期的特征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些买盘大多来自散户而不是机构，说明白银市场具备一定的草根驱动力。第15页我们看到的是政府干预的因素。虽然近年来政府对白银市场的干预减少，但1998年到2008年间，尤其是中国大规模出售国有白银储备，确实压制了价格的上涨。报告指出，那个阶段政府抛售量高达9亿7千万盎司，占总供应的 7%。 虽然最终未能扭转长期上涨的趋势，但确实制造了价格的短期震荡。第17页的图是金银价格的历史对比图，这张图一目了然，银价与金价呈现出强相关的关系，相关系数高达 0.9%， 也就是说金价上涨时，银价往往也跟随上涨，而银价下跌时，多半也伴随着金价的调整。但不同的是，白银的涨幅跌幅更加剧烈，体现出高贝塔的属性。而当你看到黄金价格滞涨或者横盘时，白银往往也难以独自走强，除非有工业需求或者突发的题材来支撑。第19页我们看到的是银价与铜价的关系图，这可能出乎不少观众的意料，为什么银跟铜会挂钩在一起呢？原因有两个，第一个，全球大约 26% 的银产量来自铜矿作为副产品。第二，白银和铜都在工业应用中有广泛的重叠，比如电气元件、焊接材料等等。因此，当铜价走强时，意味着全球工业活跃度上升，银价往往也随之走高。在第20页，我们看到的是银价与 CRB 商品指数的联动性。CRB 指数是一揽子大宗商品货币的价格综合，包含能源、金属、农产品等。图表显示，自从2013年以来， CRB 指数与银价的相关性稳定在 0.43 左右，算是中等偏高的正相关吧。这也说明银在宏观经济中越来越被当作准通胀资产，在商品上涨周期中表现活跃。最后是第21页的图表，银价与美元指数 DXY 的关系。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出，两者之间通常呈现出负相关，也就是说，美元走强，银价下跌；美元疲软，银价反弹。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，这种相关性变得更加紧密。
这背后的逻辑是，银价以美元计价，当美元贬值时，银在其他货币计价下变得更加便宜了，自然吸引买盘。总结一下整份报告带给我们的几个关键的投资启示吧。第一个，白银是一个高波动、强情绪驱动的市场，供需基本面非常重要，但投资心理主导阶段性的行情。第二，银价上涨周期往往伴随投资需求的爆发，而非供应的短缺。第三，跟踪黄金、美元、铜价等外部的变量是判断银价趋势的重要的工具。第四，当前银价虽然离2011年的高点仍有不少的差距，但考虑到实物投资活跃、政府干预减少、库存有限，未来仍有中长期的机会。第五，对于散户来说，白银是一个非常适合通过定投布局或波段交易的品种，但不宜过度的杠杆操作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有干货，帮到你，别忘了订阅、点赞、转发我们的频道。你现在对白银市场的走势你是怎么看的呢？同样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一起带您读懂贵金属市场。我们下期见。